为首的那道漆黑身影仅仅只是站在那里，就散发出一股令人震惊可怕的力量从他身上爆发出来，瞬间撕裂了四周的空间。空间的扭曲如同水面被投下巨石，荡漾起层层波纹。同时间，万界的强者们感到自己体内的神力在这股力量面前竟如同潮水般汹涌澎湃，一时间竟然不受自身的控制。怎么回事？体内的神力居然脱离我的控制了！无数万界强者心中震惊，他们体内的神力仿佛被这股可怕的能量所操控，每一个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解与恐惧，这样的力量超越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那道漆黑神袍的身影缓缓抬手，他的动作简单而充满威严，仿佛要对这个世界下达最后的审判一般。随着他的动作，漆黑的神袍下的力量越发明显，仿佛连万界都要为之颤抖。万界强者们在这一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感，他们的神力在这一刻仿佛成了微不足道的尘埃。在他们抬头仰望那道身影时，只见对方如同黑暗中的主宰，眼中闪烁着冷漠而又高傲的神光。这些人究竟是谁？为何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这个问题在每个强者的心中回响，他们的眼中满是疑惑与惊恐。在这股绝对的力量面前，他们仿佛回到了最原始的恐惧之中，面对未知的威胁。不朽风岚和双龙尊主见状，刚想释放出自身的力量化解，却被一道霸气十足的声音给阻止了下来，并且这股声音中蕴含着一股玄奥的规则之法。先天神族怎么一下界就如此不客气地给我万界的神奇强者进行施压？这等做法是在逼本皇出来吗？只见在遥远之处，隐约可见一道身影踏着天地而来，他的周身似乎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既虚无缥缈，又让人心生敬畏。那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息，仿佛天地间最玄妙的大道之法，在他的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只是昙花一现后永坠深渊。而此人便是神州皇国的国主神皇尊上，他踏破天地而来，下一秒就出现在先天神族那群漆黑身影的不远处。他轻轻一挥手间，一股无形的规则之力在这片天地间涌动，直接将对方的气息尽数镇压而去。好恐怖的规则力量，竟是一位造化主神！万界众强者感受到这道踏天地而来的身影，在这股气息面前，他们宛如渺小的尘埃。不过幸好来的不是上界的造化主神，而是他们万界神州皇国的国主。这么久不见，先天神族的黑神仙灵王性格还是一样老了啊。神皇尊上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低沉，他的目光扫过对方，如同能看透一切的锐利之光。那道身穿漆黑神袍的身影面对着神皇尊上的强大力量并不惊慌，因为他的身份即便在先天神族中都是极其神秘的存在，即便族中的神灵也不知道黑神仙灵王的真正身份，其实力更是深不可测。在他那不惧神皇尊上的那一刻，就能够知晓这位黑神仙灵王并不惧怕眼前这位9大界最强的国主。旋即，黑神仙灵王沉声地回答道：原来是9大界最强国主神皇尊上，距离上一次的见面已过千万载，你的造化修为似乎比那时候更加强大了一些。没想到先天神族的黑神仙灵王居然还能够记得我，当年我们也只不过是一面之遥，但我怎么感觉你与之前的时候有些不同了？神皇尊上的目光在对方的身上不断的扫荡，心中升起一道不确定的因素。他只感觉眼前这位黑神仙灵王并非表面上这般简单，隐隐间让他都觉得有一股忌惮感。一方是9大界最强国主的神皇尊上，一方是先天神族中神秘的黑神仙灵王，这两道身影在虚空中对峙，气氛紧张而又凝重，周围的景象仿佛都静止了，只有神皇尊上和黑神仙灵王的呼吸声在空气中回荡。光影变幻，神皇尊上的长袍在风中猎猎作响，黑神仙灵王漆黑神袍则如同深渊中的恶兽，随时准备猛地扑出。呵呵，时间过去了千万载，我有所不同自然正常。虽然先天神族乃先天神灵，但是也会在时间的长河中发生不一样的改变。黑神仙灵王淡淡一笑，但他的这道笑容下却隐隐约约有着一丝神秘诡异。虽然在那一场天古浩劫中，先天神族也是对抗暗黑魔物的主力之一，但神皇尊上对先天神族的了解并不多，毕竟一个上界一个下界，而且先天神族本来就比较独立，甚至与其他神族之间的关系也就一般。要不是当年的天古浩劫，恐怕神皇尊上都不会见到先天神族的黑神仙灵王。双方简单的打了声招呼后，黑神仙灵王试探性地问了一句：神皇尊上难道这一次也是为神葬而来？而神皇尊上自然也听出对方的这句试探话语，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道：神葬降临将会带着众多强大的机缘，我自然会前往遇一遇自己的大机缘了。神皇尊上的造化修为已达造化极限，神葬中就算有机缘，你也都看不上吧？虽然黑神仙灵王说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是在神皇尊上看来却大有问题。呵呵，
谁说造化极限者就不能对神藏中的某样东西不感兴趣呢？你们先天神族的底蕴如此强大，即便是我神州皇国的鼎盛时期，也不见得可以完全的抗衡。你们不也对神藏感兴趣吗？而神皇尊上的这段话是话中带话，身为先天神族的黑神仙灵王也自然听出了神皇尊上这句话的含义，看来也是来夺取那一屋的吗？上界的先天神族都对神藏感兴趣，那么我神元宫元尊也非常的感兴趣。还有我丹神塔。就在黑神仙灵王在揣测之时，两道神圣的声音从遥远之地传来，只见四周的空间发生改变，浩瀚的规则之法从天地间弥漫而出。看望那片被规则扭曲的空间中，在场的万界强者眉头紧锁，就连上界那些神族神灵的目光如同穿透虚无的利剑，试图洞悉这两道声音的来源之处。只见他们便是看到远处的空间在规则之法的弥漫下变换出各种的奇景，浩瀚的规则之法如江河导泻，从虚空中奔涌而出。这些规则交织碰撞融合，宛如天地间最古老的篆刻，刻画出一幅幅气运与丹道相融的玄奥世界。而一旦进入到这规则世界中，任何万物都难逃被吞噬瓦解的命运。在那片规则世界之中，数道身影渐渐走出，他们的每一步都踏在规则的节拍上，演绎着一场只属于造化主神的交响曲。在这数道身影分别是神元宫的三大主母以及小龙与韩吞吞等人，而站在他们正前方的那两道散发出强大气息波动的身影，正是元尊和丹神塔塔主。特别是元尊的出现如同日月同辉，他的身上散发着造化之气，那是大宙间最奇妙的力量。即便是上界的不朽神灵和应龙神灵的目光都在元尊和丹神塔塔主的身上徘徊了一下，那是对造化力量的认可。他们心中暗自嘀咕，这两位竟都是造化主神，而且那位称之为元尊的男人，似乎他的修为更远深不可测。声音虽未出口，但那震撼之情已难以言表。而只有黑神仙灵王的目光中表示得非常平静，他看向元尊时，让他总有一种哪里不对的感觉。但元尊身上的气息的确非常强大，看来下界之中诞生了一位智慧大能者。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多心，但黑神仙灵王也对元尊多了一分关注。元尊，你果然也是来了，看来府主大人说的没有错。灭神副府主在心中暗自的低沉道，他的目光释放出诡异的光芒，直接锁定了元尊身上的所有气息。灭神副府主的微小举动也被元尊全部尽收眼底，不过他并没有去识破，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元尊的目光如炬，直透虚空，他注视着前方那些散发着恐怖神息的不朽神族和应龙神族的神灵。这两大神灵的实力的确很强大，而后者们的目光也投射而来，但并没有释放无形的力量与试探彼此。但元尊的目光转移在先天神族的那些神灵身上时，其中那位黑神仙灵王却是特别引起他的注目。元尊的目光停留在先天神族的黑神仙灵王身上，那双闪耀着金色光芒的眼眸仿佛能洞悉世间一切的秘密，让人心生敬畏。黑神仙灵王的身影在元尊的注视下显得愈发高大，仿佛天地间的威严尽在他那挺立的身姿之中。先天神族的黑神仙灵王，其实力果然非同小可，有些不简单。元尊心中暗自评估，却并未显露半分情绪。就在元尊沉思之际，神皇尊上缓步走来，他的身姿挺拔，神态从容，一袭龙皇之袍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的神圣。元尊见到神皇尊上朝着自己这边走来，微微一笑，主动上前施礼，声音既恭敬又不失其公主之尊。神皇尊上前辈，我是神元宫的公主周元，初次见面，深感荣幸。他的姿态谦逊，但话语之中透露出的自信和力量，却让人不由自主地对他肃然起敬。神皇尊上的目光在元尊身上略作停留，似乎在窥探这位神元宫公主的真实实力。但是神皇尊上在元尊的身上却是感应到了某种特殊力量，让他眼神微眯，甚至有些不解。然而他并未多言，只是轻轻点头，回应了元尊的问候。你就是数万年前从第2等级世界飞升第1等级世界，而后进入神藏上篇中获得大道机缘的那位年轻人，后来以一己之力抗衡整个神器联盟，且不败，后来还创立了神元宫，成为万界神州的一方超神巨擘势力之一，更被称誉为神界大传奇之称，如今更是登临造化之境。你的战绩和元尊之名我可是有所耳闻，今日一见，果然内如传闻中一样。虽然神州皇国一直以独立自居，但是对诸神万界的一些了解还是或多或少。同样夸赞着元尊变强的过程，两位强者之间流露出来的相互尊重却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刻，即使是傲视诸神的神皇尊上，也不由得对这位神元宫的公主刮目相看。